出台反内卷政策，企业必须为员工缴纳社保。内卷不就是大家工资都太低了吗？老爸，交个社保怎么就变成反内卷了呢？反内卷的本质啊，是为了通胀，通胀的目的啊，是为了化债啊。通货膨胀不就是物价变贵了吗？这是坏事儿啊！你要明白啊，价格是供需关系决定的，而通胀还是通缩的本质，就是市面上的货币数量和商品数量决定的。你的意思是市面上钱多货少，大家都争着用钱去买东西，所以就通胀。钱少货多，商品卖不出去就打折，于是就通缩。越来越聪明了呀，因为我们啊是制造业大国，产能是世界第一，所以就是商品太多了，才会去越来越卷低价呀。这个时候啊，强制让企业交社保，增加企业成本，一是让落后的企业被淘汰，二啊是活下来的企业啊就会把增加的成本传导出去，让商品涨价。那通胀怎么就能化债了呢？如果啊你为了买房找银行借了100个 W， 因为通胀房子涨到200了，那负债和房子价格相比啊，就从原来的1:1变成了1:2啊。所以就相当于欠的债少了一半啊！不仅债变少了，房子卖了还能再赚100个 W。所以啊，通胀啊是通过传导链条，从原材料的上游一直传导到下游的商品价格。这么说，上游原材料对通胀变化是最敏感的，可以提前布局啊。那必须要布局对呀，就像刚才说的反内卷，是一定会淘汰掉落后产能的。所以啊，一定要紧跟热门产业。那什么才是热门产业的源头啊？在原材料里啊，化工是非常关键的板块之一。工业里大到建筑制造，小到电子产品、塑料袋，成本里啊都离不开化工材料。所以通胀来的时候，化工就是第一个吃到红利的呀。没错，尤其是细分里的新化工材料和电子化学，现在啊就是资金重点关注的方向。可是这化工行业这么大，我也不懂啊。我们普通人看懂大趋势的话，可以考虑中证化工的一些 ETF， 可以看看评论区的化工 ETF， 它里面把核心化工企业都打包，既承接了通胀逻辑，又踩在了新能源的风口啊。这个确实方便些啊，化工小白也能上手。哎，老爸，那通胀化债之后会发生什么呢？其实啊，大债务周期啊是有6个阶段的。我们目前啊大概正处在第3个阶段。这个大周期啊还要从金本位说起啊。金再创历史新高，突破3500美元每盎司。我了个豆，老爸！我记得之前布雷顿森林体系不是35美元换1盎司黄金吗？现在3500相当于黄金涨了100倍呀！有跌必有涨啊！你是说后面会跌吗？我没有在单独说黄金的价格，而是在说资金的流动。资产价格的上涨啊，就是因为买的人多了。那推动黄金上涨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都是大家用自己的存款买的呗。钱啊不会凭空产生，只是从一个资产啊转移到了另一个资产。所以为了买黄金，就需要先卖出其他资产，变成现金，再买入。所以黄金涨了，就会有另外一种资产下跌。那大家都在卖什么呢？你搜搜英国、日本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哎，不对呀，这收益率曲线不是往上涨的吗？债券的利率上涨代表价格下跌，投资者啊是在加速卖出债券。哎，等会儿，这一会儿价格一会儿利率的，给我整懵了呀！其实很简单，如果你要找别人借钱，这一借啊就是30年。但假如啊有很多人都抢着要把钱借给你，你的利息准备给多少呢？这么多人都想买我发的债券的话，那肯定就是利息给的很低，也会有人借钱给我喽。没错哎，那如果反过来，你发行的债券没有人买，你该怎么办呢？那我就只能给很高的利息了呀。那现在英国和日本的国债利息啊，也就是收益率啊在上涨，你再琢磨一下。也就是说，没有人去买他们的30年期国债，反而大家都在卖，所以只能让利息上涨去吸引别人过来买了呀。所以资本是流动的，资产价格有涨
必有鳖呀。那他们一定是嗅到了什么味道呀？一个政府发行的长期债券啊，通常被认为是无风险的。那什么情况下才会去卖出这些无风险的资产呢？他们不会担心这些国家的政府未来还不起钱吧？确实，政府的财政赤字过大，可能还不起钱。但是你别忘了，央行还可以印钱去还债呀。那不就通胀，钱就贬值了吗？你说对啊，假设30年的通胀率啊是10%，但你买的30年国债收益率啊只有5%，你的钱还保值吗？那我的钱借给你30年还亏5%啊，那我肯定得赶紧卖呀。这就是国债收益率啊和黄金的关系啊。原来长期国债的收益率是这么重要啊。哎，老爸，那这些投资者是怎么去判断长期国债的风险的呢？其实历史啊，它是一个轮回，古往今来分成6个阶段，不停的重复进行，这就是所谓的大债务周期呀。国债务累计37万亿，每年支付利息1万亿美元。哇去，1万亿的利息，这后面是几个零啊？老爸，美国是不是还不起了呀？有一句话呀，叫做本币债不是债啊。啥意思啊？难道欠的债就不准备还了吗？还还是要还的，但还的方法啊早就写进历史里了。因为近200-300年的历史啊，就是一个大债务周期不断的循环往复。欠债不是坏事吗？为什么叫大债务周期呢？我问你啊，假如你有个绝佳的商业点子，去开店的话稳赚不赔，但这个时候你没钱，你会怎么办呢？那肯定是借钱发展呐。如果你确实很有实力，开的这个小店啊大赚特赚，你下一步想不想扩大规模呢？那必须的，我要抢占市场，在全国开店，就算是再借钱我也要搞。所以你发现没有，现代经济的发展啊其实是债务驱动的。那欠债太多也是不好的吧？但纵观历史啊，借债发展是必然，过度借债也是必然呐。是人们总觉得自己能赚得更多是吗？没错呀，虽然人类发展了几千年的历史，但人性没变呐。历史进程啊，都会从平稳的货币阶段以借债带来发展，资产价格啊平稳上涨，直到泡沫阶段，然后泡沫破裂，价格快速下跌，直到再次增长。这样无数小的债务循环啊，就形成了为期大约100年的大债务周期。那怎么判断老美现在处于哪个阶段呢？这个历史循环呀，有6个非常明显的特征。依次是贵金属本位、利率驱动的法定货币体系、债务货币化的法币体系、大规模财政赤字的债务货币化体系、大规模去杠杆、重回贵金属本位。老爸，这些专业术语我也不懂啊。其实很好理解啊，每个大周期循环都是开始于通过战争赢得世界第一的超级大国制定游戏规则。一开始啊，为了让大家都用它发行的货币，一般啊，这个大国都会承诺他发的货币和一定数量的黄金挂钩。1944年，老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美元和黄金挂钩啊。没错，19世纪的英国也是如此。但与此同时啊，这个国家因为经济发展的太好了，所以就催生了泡沫，直到泡沫破裂，资产价格下跌，还不上钱了，就只能与黄金脱钩，通过货币贬值来还债。此时发行的纸钞啊，国家是可以通过利率去调节国内的经济的，所以就有加息或是降息啊。但随着借的钱越来越多啊，为了还债啊，这个利息只能降到0。这个时候啊，就已经无法通过降息去缓解债务问题了，于是就会开启印钞还债的债务货币化阶段。但这个阶段啊，一般由于大家欠的债都太多了，都没有人敢去再借钱了，于是只能政府出面大规模借钱去刺激经济。也就是刚才说的第4个阶段。我去，这好像日本失去的30年啊！没错，直到债务啊压得政府也喘不过气来了，只能大规模的债务重组，就进入了去杠杆化阶段。从第3个阶段到去杠杆化的第5个阶段啊，都会大规模印钱来还债。所以为了重塑货币信心啊，最后都会重新宣布货币与贵金属再次挂钩。听得我有点头皮发麻呀！想起老美在08年和20年是在疯狂的印钱呀。是了呀，老美在08年到20年啊，就是处于债务货币化的第3个阶段。而对于一个强大的帝国来说啊，一个大债务周期的终结，往往就意味着其鼎盛时代的落幕。那老美岂不是已经在第4个阶段了？是的呀，所以目前啊，就是我们的100年未有之大变局啊。